大家好，欢迎回到达哈沟中文频道，我是 Sam 群胜。今天要来聊一聊双重身份。有些人从小在两种文化、两种身份中长大，听起来好像很厉害、很有优势，但背后其实也有不少说不出口的压力。今天我们就要来聊聊这种看起来很顺，其实很累的成长经验。掌声欢迎非常漂亮的齐云，你好。大家好。因为我们节目已经很久没有这么灵动的女来宾了。好，没有啦，我在挖坑给她跳。好，没有。齐云，你要不要跟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自己？嗨，大家好，我是目前在胡志明市生活的接案摄影师、自由业者这样子。OK， 你好，所以是接案摄影师，然后是自由接案摄影师，是。然后你本身也有从事一点外拍模特儿的工作，对吧？有。OK， 好。那可以介绍一下你的求学经验吗？你小时候在哪学习，然后在哪读小学、中学、高中、大学？我小学的时候是在越南土生土长的这样子，但是我就读的学校都是讲中文的，是台北学校。胡志明是台北学校。是。然后所以其实跟台湾的应该说教科书啊就是所接受的教育都是一样的，都是台湾教育部的就是课程课纲这样子。然后之后呢是再回到台湾读大学，然后读完大学之后就在那边就业，这样子。所以小的时候在去台湾之前，去台湾读大学之前，都是在胡志明市学习，然后在台北学校是，然后之后到台湾读大学这样。你在台湾读什么科系？我读文创。文创就是跟艺术相关的。是。 OK， 好。你觉得你自己的背景是很特别的吗？特别吗？还是你觉得你跟其他人一样就是普通？应该是说我觉得可能经历上可能跟其他人有更多元一点，我觉得是多元而不是特别这种说法。因为特别我觉得跟大家一样还是会面临到就是关于升学的选择啊，然后就业的压力啊，所以特别倒是还好。但是可能是因为生长的环境或是背景因素，所以可能在面临的一些可能情况之下会觉得自己可能有更多元的想法，或是这样子就是多元的想法，对不对？ OK， 好。台北学校好吗？哪一个方面？没有，我就觉得整体的学习环境好不好？我觉得以我的个人经验，我是觉得还不错啊，还不错，就是大家也很友好这样子。对，老师也不错。是。好像我问错问题，好像也不可能讲坏话，对不对？ OK， 好，没事。 OK， 好。因为其实我觉得有一点其实我还蛮好奇的，就是你在台北学校里面是说中文学中文，但是你出了那个环境之后，是越南胡志明市。那你会不会在这样子的，就是小时候会不会因为这样子的环境，然后会让自己就是觉得好像你错乱？我觉得倒是还好，因为就正因为是小时候，所以你其实不会有那种错乱的感觉。因为其实就是小朋友，就是其实适应蛮快的。就是应该说，我觉得错乱的前提是你觉得什么该是什么的时候，你才会错乱。那其实小朋友的时候，你出去你就是接受，然后大人说什么，然后环境在干什么，你就用观察的角度去看而已。那小朋友的时候，其实就是连外界在干嘛，我们就看、观察，然后模仿、回应这样子而已。所以小时候的错乱感倒是还好。对 ，OK。
越南语有特别去学吗？还是有在小时候的环境就？应该是说我越南语是有特别去学的，但是小时候环境的时候，就是出去的那种生活用语，是用从生活环境里面去学习。但是说听读写这种比较正规吗？就是比较道地正规的这种语言系统的话，还是会需要就是家庭教师来辅助这样子。来辅助你，对不对？是 OK。你觉得你我先问一下，你小的时候会跟爸爸妈妈要求说，我不是说小的时候啊，可能你国中、高中的时候会跟爸爸妈妈说，我想要回台湾学习。这倒是从来没有，从来没有，对，从来没有。OK， 所以你就会觉得说，你那时候的生活是很好的，很安逸的。可能是我个性的问题。也因为我就是属于比较。如果现在这个生活环境或是这个步调，我觉得我很适应的来，我就不会特别想要去做改变。这样子。然后主要是因为在那边也达到当时爸妈想要的目的，和我的需求，所以就不会特别想要去做出改变这样子。OK，你会因为这样的身份，然后收到更多的期待吗？来自父母的期待，可能他们会觉得你应该要更好，或是你现在的工作应该要比别人突出很多，因为你在台北学校读书，然后你又会这么多语言等等的。倒是还好，可能我爸妈比较 easy going 吧。可能是他们不会特别说，就是你一定要怎么样，然后因为你怎么样，所以你应该要比别人更好，更优秀。对，但是他们会不断的提醒我，算是比较像是正面一点的，提醒我说，其实你有哪些的优势，或是说你其实有哪些的能力，好了，就是讲比较客观，就是说你有知道哪些语言啊，或是说你有哪些的生活经验，在哪里的生活经验啊之类这种。他们会提醒我，就是关于你自己的可能的优势，这样子，然后靠你自己去做判断。对 OK， 好。喜不喜欢台湾的生活？也不错，也不错。OK， 好。那你觉得这两边的生活相比，你觉得有什么不一样？你是说机能吗？还是任何？你想分享的？我在越南，在台湾，觉得完全不一样的就是系统，可以这么说。那你自己更偏好？其实我觉得到现在到目前为止，此时此刻来说，就是其实慢慢可以自己理出一些，就是你在哪边你就有怎么样的一个模式。哇，你已经可以做到这样子的，就没有到非常的厉害啦，但就是有这样子自己的一个理解，一个想法，这样子。对 ，OK， 好。你会觉得，因为你有两边的生活环境，然后时间也不短，你会对自己更加清楚了吗？就是你会更了解自己了吗？我觉得对于自己来说，我觉得没有说特别因为这段经历而帮助自己更了解自己。我自己的看法，我觉得是他们这些经历只能是提供你一个更多元的角度或是切入点去审视你自己，或是说去做判断。因为了解你自己更加其实还好，我还是一样就是处在一个20几岁，就是二十几岁的人该烦恼的事情，我还是正在经历，只是说可能你有更多的面向可以做参考，这样子，所以有可能会加速就是这个迷惘的过程，但是迷惘这件事情还会存在。OK， 就还是一样的，对，还是一样，对，其实一样。这样的环境会让你变得比较早熟吗？你觉得？因为我认识你的时候，我觉得你是一个很冷静的人。为什么？就是很冷静，就是一种很冷静的风格。
就是很 quiet 的那种，就不会有你这个年纪该表现出的样子啊。那我觉得可能因为你觉得的成熟，应该是因为冷静，或是安静，或是比较没有那么焦躁。就等于成熟。但我自己看自己，我觉得没有，所以还是很幼稚。我觉得我很幼稚，我非常的幼稚。就是我现在还是会想要去看一些什么公仔啊，就是这种东西。很多人也会看啊，很多老人就是还是会有一些小朋友，大家定义的小朋友的行为。对，会有。方便问一下，所以你现在是有同时有台湾也有越南国籍？有两边的身份。有两边的身份，会迷惘自己的身份吗？会说，我到底是台湾人还是越南人？这样可能小时候有多少有想过这个问题，但就想而已。对，因为那时候就是可能就是上一些社会课啊，就是小学的时候会有社会课嘛，然后就会讲到一些就是家庭称呼这类的，然后但回家你有时候面对其他不同文化背景的亲戚，或是其他朋友之类的时候，你的称谓其实就是很乱。你也知道，这是台湾就是中文的称谓里面是非常的复杂嘛，是吧？对，所以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有点疑惑，是说，我好像有这个身份认同的疑虑，就自己有个这样的想法。但其实那时候就想一想就过了，因为就觉得说这个好像也就是一个形式上的一个可能是问题吧，或是什么。因为想一想，我觉得，我还是人类嘛，就是我还是一个人，然后我还是该去上课，然后在台湾的小朋友还是要去上课，就感觉像大家你都其实差不多，对，只是说身份是处决于说你的文化，或是说你的行为模式嘛。那我就觉得，如果你的朋友们他们也能理解你，然后他们也能接受你的文化背景，应该说文化行为来说，我就把这件事情直接忘记掉了，就没有造成我很大的困扰，所以我就没有再去探究这个问题。OK， 可能是因为它没有造成我很大的困扰，所以我才就不会去太在意这个问题，对不对 ？OK， 很好，非常谢谢齐云的分享哦。我想，也许身份不是用选边站来决定的，而是慢慢拼凑出我是谁，能在两个世界之间游走。能在两个不同的生活环境之间游走，本身就是一个很了不起的能力了。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大哈沟中文频道，我是 Sam 群胜，这是齐云，谢谢。好，我们下次见，拜拜。